在今年年初出现两个极大反差的事情，霍格华兹的纠纷到现在真的是越吵越凶哦。但是会玩的人还是会玩啦，有些网友还特别做了一个网页来找哪个实况主曾经开过霍格华兹的台，然后去搞他。不过这样是不是也是一种流量密码？另一个是目前臭到翻掉的大作 Forspoken， 虽然在战斗过程中很爽，但是重复性太高，内容空洞也是事实，还有很多因素和设定也是让玩家颇有意见。不过由此也可以见到魔法在大多数玩家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像是扫把可以飞，更何况垃圾不用清，碗碟不用洗，一句直接让你家变全新。那感觉有魔法的世界好像也不错，那就来分析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所在的文明不是依靠科技，而是魔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大家好，我是 Rook， 在接下来的内容之前，想请你帮个忙，帮我点一下下面的订阅按钮，并且开启小铃铛，还有给这个影片按个喜欢，谢谢你的配合。魔法是一种超自然现象，被认为可以操纵自然界和现实世界中的力量和能量。魔法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而且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都有独特的魔法传统。我们首先要先认识魔法的种类，以现实中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有黑魔法、白魔法、占星术、巫术、符咒、灵魂出窍和占卜等，使用的目的也有不同，可以用作治疗、保护、施展力量等等。为了能牵引和放大魔法能量，通常也会配备不同的工具，或者进行某些仪式来达到效果。那比较常见的有魔法杖、水晶球、卡牌、祭祀刀等等。像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观就是用魔法棒，魔戒的甘道夫就是用法杖，也有徒手燃烧松果来当火球。当然，如果是爆肝强的法师，或许徒手就可以进行施展，像是刀塔二的丽娜就是徒手。毕竟要能不靠配件就能打出伤害，那也只能说基本设定本身就比较高。魔法虽然本身属于独立的存在，但是放到不同宗教信仰中时，就出现了各种派别，也展现出了不同信仰的特色。不过我们以目前科学文明来说，现代科学尚未证明魔法的存在，但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还是会对其试图做各种研究，并提出了可能的解释，像是量子物理学和超心理学之类的。但魔法至今还是一个富有争议性和多变的话题，它的意义和定义在不同文化和时代中还是会有所不同哦。不过以玩家的角度来说，相对熟悉的那肯定是黑魔法和白魔法。按各大游戏中黑魔法的设定，主要是对施展对象进行伤害的魔法，举例像是火球、冰柱、雷电脉冲；而白魔法则是相反，是对施展对象进行补强的魔法，像是愈合、强化、屏障。虽然黑魔法和白魔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魔法类型，但是它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使用的目的和伦理价值观。想害人时，就算是白魔法，也有可能硬生生搞成黑魔法。当然，像是巫术又是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更加古老。不过也有可能伴随着宗教，跟其他魔法比起来，巫术更强调跟自然和神灵的联系，一般会有自然元素符号，还有诗歌跟仪式来达到目的。如果你对以上的前提都已经了解之后，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会比较好理解了。我们需要拆分出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一种是本来就以魔法为主轴的文明，另一种是在现代基础的科技文明中塞入魔法文明，让两种文明共存。然而两种方式都有不同的结果。我们先来看，对于一个以魔法为主的世界，影视作品中很常把这种主题设定在中古世纪。当然，如果随着时间推演到现代时间，多少在建筑穿搭上一定会有变化，其中还有环境跟科技。在这样的文明中，魔法会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包括建筑、交通、沟通、生产等等。魔法和科技可能会有着不同方向的发展和结合方式，可能存在着一些魔法与科技相结合的产品，例如能够利用魔法能量来驱动机器装置，或者通过科技手段来提高魔法的效率和可靠性。人们可以利用魔法制造出超乎现实的建筑、交通工具，或者是运用魔法实现远距离沟通、资讯传输等等。手机、网络什么的都是浮云。想想看，你想从台湾去瑞士，只要开启传送门，几秒钟马上就到，还不用机票，还有在飞机场等飞机，更别说飞机起飞 delay， 全场都会哀哀叫。光是想一想就一整个兴奋啊！在环境上来说，种族就不一定只有人族了，什么兽人、妖精、龙人、半兽人、巨人，这些奇幻的种族可能都是会存在的。在不同的文化、种族、地区，可能有着不同的魔法体系，可能某些种族擅
擅长自然魔法，某些地区可能发展出了独特的元素魔法。不同的魔法体系之间可能存在着竞争、交流、学习等关系，而且某些强大的魔法可能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损害，或者对某些生物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人们可能需要开发一些专门的魔法来保护环境和生物。没想到魔法世界也有环保议题啊！人们也可能为了学习掌握更多的魔法而互相竞争。当魔法成为了主流科技，对人类的生产力和生活品质都带来了极大的提升。不过，在发展的同时，也会逐渐影响着大众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念，可能存在着对魔法使用的限制和规范，避免被滥用和损害他人的利益，比如利用魔法进行窃取之类的。此外，魔法师可能会有着更多的精神追求和修养，寻求智慧、自我探索、提高伦理水平等等。因为魔法师的培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人们可能会开设专门的学校、机构或者设立一些联盟来培养和管理魔法师的能力和行为。这些机构可能会负责管理和监督魔法的使用，并且定期举办比赛、考试等活动，以测试和提高魔法师的技能和能力。说白了，就是魔法界的科举制度。不过，既然有了科举制度，那也代表政治和魔法可能密不可分，同时也牵扯到信仰和宗教。一些祭司可能会利用宗教形式来进行政治管理，可能存在着以宗教为基础的国家、政府、法律制度等等。毕竟，可能每个种族或者国家之间都会存在着属于自己的法律。maybe 在一个国家里面就共存着好几种种族，大家也有可能会通过运用魔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进行政治斗争。另外，魔法师也可能成为重要的社会阶层，拥有着特殊权力的地位。以金字塔来说，就有点像是以前欧洲中世纪那样，教皇的地位比国王还高，同时也不妨会有用不了法术的麻瓜，这就会变成他们在这个世界中是弱势群体。要怎么保障他们的权益，也是管理层的魔法师他们需要履行的责任。如果是从另一个方面发展，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文明中，添加魔法的文明元素，在科技上有魔法的结合，一定是必不可少的。结合后可能会产出更高的应用，像是魔法可以提供能量来源，而科技可以控制能量的分配和利用。这样的结合可能会出现更多奇妙的发明。想一下，如果特斯拉用的是魔法晶石作为能源，那我是马斯克，我还不走上人生巅峰？这可是嘎嘎的暴利商机啊！那在社会上有冲突，更加是无法避免的。由于魔法和科技可能会各自发展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因此在这样的世界中也可能发生竞争和冲突。例如，科技公司打击魔法权益，或者魔法师背地企划突袭科技系统之类。同时，如果加上有些地痞流氓或者黑社会出现火拼，那岂不是一个小区会直接被炸成渣渣？那公务员的就业率就会大幅提升，然后薪水一样没涨。这样同时也存在着道德伦理问题，比如像是人体献祭在魔法世界可能是正常的，但是从科技方面来看，这种方式就是一种不文明的举动。而这些就体现了混合教育的重要性，人民可能需要学习如何使用魔法或科技，也有可能是需要做出双修的安排，以及如何将其应用的各种实际情况中，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职业来应对这样的需求，比如魔法师、科学家、炼金工程师等等。也可能作为第三种情况，就是在12年的规定教育制度中，在国小6年中需要灌输科技和魔法的应用理念，还有科技和魔法之间的协调规范。以魔法为主导的世界，魔法师就和我们现在的专业人士是相同的存在，他们将负责保护社会、治疗疾病、解决纠纷，甚至制定立法等等。同时，人们也需要学习和掌握魔法，以应对各种生活需求。而魔法这将成为一种基本技能和知识。我们不能排除魔法世界中没有麻瓜的存在，一定有些人就是没有魔法天赋，要怎么培养他们，也是掌权的魔法师需要做的事情。而整个世界的中心思想或许会更加注重精神世界和心灵升华发展，比起现实中的金钱世界或许会更加轻松，但也避免不了有些贪污的收税人。若在魔法和科技同时存在的世界中，虽然发展上会有飞速的成长，但是也一样避免不了互相的冲突。如何在魔法和科技取得一个平衡，并且同步推动和升级，像是 FF15 就是最好的例子。FF15 的背景也包括了各种神话和魔幻元素，如神话生物、魔法力量和历史传说等等。这些元素对于现实世界来说可能过于虚幻和不现实，因此如果现实世界是以魔法为主导，它还是可能
更倾向于现实主义，即将魔法和现代科技的相结合，可以创造出更加实用和高效的应用，同时还是需要保持人类的道德和价值观的稳定。当然，也可能像是 FF04那样，科技白虎国和魔法朱雀国的互相撕逼。如果大家对魔法这个主题还有兴趣，以后将还会再给大家继续做影片，能让你们一空转身到魔法世界中生存，一开始就可以自带3种初阶魔法，你们会想带什么？欢迎下面留言区评论，我们下期影片见。